西北地区有个叫牛脊背的小山村，由于地面又高又陡，整个村子都好像住在一个坑里，再加上这里常年江水稀少，喝水变得非常困难，家家户户需要走10几里山路打水，村民们都是几年不洗一次衣服，也不洗一次澡，在他们眼里水比油贵，年轻人都拼命地想办法出去打工赚钱，留下来的都是老弱病残，所以在祖祖辈辈生长的过程中，很多人都会在取水的过程中摔死。小伙子杨焕就生活在这里，家里也是穷，妈妈已经不在，他和老爹相依为命。这天杨焕娶了个外村女孩为妻，新娘红杏妩媚含羞，新郎杨焕却一点高兴不起来。原来红杏是个哑巴，从小失去了双亲，是奶奶一手拉扯大的。红杏12岁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，病好后红杏就再也不会说话了。也正因为如此，红杏才会嫁给贫穷的杨焕。红杏性子坚韧，自从嫁到杨焕家里后非常勤劳，但却始终得不到杨焕的喜欢，因为杨焕喜欢的是村里的另一个已婚女人二秀。二秀是杨焕的青梅竹马，由于二秀爹的阻拦，两人才没有结婚。二秀最后嫁给了同村的阿福，婚后阿福去了外地打工，但二秀和杨焕依旧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，整天厮混在一起。红杏没有办法，只能听之任之，然后咬咬牙，一个人挑起家里生活的重担。虽然生活很苦，但是他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向往。这天，红杏接过公公的衣服，发现衣服又脏又臭，便特意打了一盆水，想把脏衣服洗一洗。坐在门口的公公连忙上前阻止，拉扯间，红杏摔倒在了水盆上，洒了一地水，气得公公破口大骂红杏败家。坐在地上的红杏十分委屈，公公这才告诉他实情，这个地方严重缺水，挑水要到10几里外的悬崖下，所以衣服能不洗就不洗，而且村里有规矩，新媳妇进门1个月可以不用干活，要不然会被同村人笑话的。可红杏不顾这些，提着罐子就去挑水，穿过崎岖坎坷的山路，终于来到了悬崖边。红杏小心翼翼地沿着垂直于地面几10米的陡峭小路下山，到了悬崖下才看到有一口井。倒完水后，红杏立马上山，就快要到山头的时候，红杏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水罐打破了一只。看着被浸湿的土地，他只能无奈地坐在地上哭泣。红杏也体会到了这个村子水比油贵的艰辛，但是红杏不是一个束手就擒的女人，她心里想着，如果有一天可以在这个村子里凿山引流，那么所有人都会过上好日子了。可是村子里的年轻人都想着往外跑，只有老人儿童留了下来，大家劲儿不往一处使，心不往一处看，自然什么都做不出来。村里一天天重复着艰难的日子，杨焕也是如此，丝毫不把红杏的想法放在心上。一天，红杏找到杨焕，却看到丈夫在搓麻将，还和同村的2个伙伴商量着明天要进城打工。生气的红杏用笔写着去挑水，可杨焕却不予理会，继续搓着麻将。红杏一气之下掀翻桌子，杨焕也不示弱，反手就是一个巴掌。幸好杨焕的父亲及时赶到，才没有生出事端。在父亲的责骂下，杨焕只好乖乖的去挑水。看着满头大汗的杨焕，红杏好心的拿出毛巾给他擦汗，但杨焕却不领情，一把就扔到了地上。晚上，杨焕忙着收拾行李，准备第2天进城。红杏看到后，急忙写纸条告诉公公，可是公公不识字，又无法沟通，红杏只好默默的哭泣。公公不放心，来到了儿子的房间，透过窗户，立马明白了一切。第2天一大早，杨焕悄悄穿上衣服，拿着行李不辞而别。躲在窝里的红杏忍不住哭了。等车的时候才发现，杨焕父亲和正山大叔早就在这里等候多时了。正山大叔说，村里的后生们都走了，留下我这个孤老头子，水没人给打，柴没人给砍，想一想还是搭班进城要饭得了。杨焕父亲也扬言要进城要饭，杨焕不忍心父亲这样做，只能打消了进城的想法。但是回家之后，他还是无所事事，和其他人待在一起打麻将打发时间，有空了就继续和二秀厮混在一起。这天，红杏的奶奶千里迢迢来看望红杏，红杏急忙给奶奶倒水，可家里一滴水也没有了。红杏跑了10几里路去打水，结果到那才发现悬崖上的小路已经坍塌，没法下去，这下是没有办法打水了。红杏回去后挨家挨户去借水，好心的正山大叔看到后送给他1碗水。红杏奶奶得知打水困难后，为了不添麻烦，便以赶车为由离开了。接到水赶回家的红杏看到桌上奶奶留下的苹果和馒头后，赶忙去追奶奶，可由于自己无法呼喊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奶奶渐行渐远。红杏泪流满面，对奶奶连一口水也没有喝上感到愧疚。她暗暗下了决心，一定要解决村里饮水难的问题。回到家的红杏去找了村长，村长召集村民，准备召开村民大会。他对杨焕带领村里人进城打工很是不满，说如果是村里的青壮年都走了，那我们的村就真的是没有希望了。大会上，村长提议选出一个代表作为社长，
专门负责全村喝水难的问题。可提议已经提出，没有人愿意挑起这个担子，因为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活，谁也不愿承担责任。杨焕出了个主意，让村民们抓阄，决定谁当社长。没想到正山大叔不幸中了，可正山大叔年老体弱，根本无法担此大任。洪兴看不下去，拿走正山大叔的纸条交给杨焕，他想让杨焕担起这个责任。杨焕是100个不乐意。最后村长发话了，将由杨焕担任社长。杨焕只好半推半就，可是他就算是成了社长，还是以前懒散的模样，该打牌打牌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他自己不干活，洪兴只好打着杨焕的名义到处替他干活，给正山大叔挑水缝衣服，带领大家修坍塌的小路，成为了大家的领头人。众人拾柴火焰高，没过几天，坍塌的小路就修好了，村民们又可以继续打水了。但是在杨焕看来，这一切都是在打他的脸，自己的哑巴媳妇居然比自己要出风头，这让他心里难受极了。于是更加不愿意和洪兴待在一起，天天去找自己的老相好。有一天，杨焕父亲正放着羊，无意间看到杨焕鬼鬼祟祟进了二秀的家门。前来送饭的洪兴看见公公前往二秀家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他也跟了过去。结果看到公公拿着棍子走了进去，把衣衫不整的杨焕从二秀家打了出来，正好撞见站在门口的洪兴。杨焕愤怒地瞪了洪兴一眼，便走了。这个时候，公公挑着二秀的内衣走了出来，说要把这一切都闹到村里去，让这2个人再也没有脸面。善良的洪兴死死地抱住公公的腿，因为他不想把事情闹大，也不想公公毁了二秀和丈夫的名声。公公拗不过洪兴，只好作罢。洪兴把内衣还给了二秀，二秀很感激，记住了他这个人情。但是这样的委曲求全并没有换来丈夫的体贴。杨焕看洪兴越来越不顺眼，甚至想把洪兴赶走。洪兴虽然说性子温和坚韧，但也不是一味的忍让。终于有一天实在受不了，他拿起了包就往外走，打算回自己娘家去。公公知道后开始大骂杨焕，要是找不回洪兴，就不再认杨焕这个儿子。看到不争气的杨焕，公公只好自己去追洪兴。但是腿脚不利索的他拄着拐杖摔下山坡，洪兴一时心软，就随着公公回来，细心的照料公公。就这样子，洪兴最终还是没有离开。晚上，正山大叔来看望杨焕父亲，劝告杨焕要好好珍惜媳妇洪兴，那么好的媳妇，可是提着灯笼也不一定找得到的。杨焕只是默默地听着。送走正山大叔后，杨焕看到因劳累躺在床上熟睡的洪兴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父亲告诉杨焕，不是洪兴配不上你，而是你根本配不上洪兴。做人最起码要将心比心。因为继续生活在这里，洪兴就一直没有放弃开山饮水的念头。不久之后，村里突然传来了噩耗，德高望重的正山大叔在取水的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，从陡陡的土坡上摔下来，直接死掉了。大家每年都能看到这样的事情，虽然早就知道了痛苦的结果，可是这一切还是刺痛了大家的心。大家终于意识到必须要出手做点什么事情。尤其是杨焕，因为他们家里闹矛盾，作为社长的他没有出去帮个忙，大叔的死给他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痕。杨焕父亲狠狠地打了杨焕一巴掌，指责他的不作为，还说他的爷爷也是这样摔死的。生离死别的巨大冲击终于唤起了杨焕的奋斗心，他也终于理解了自己的妻子，两个人的关系逐渐变好。第二天，杨焕找到村长讨论饮水工程，村长告诉他，乡政府也曾想过要凿山，图纸都画好了，可是需要村民们平摊费用。村民们本来就穷，一听到要交钱，一个个全都跑了，事情就这样搁置了下来。杨焕勇敢地接过了图纸，他准备号召在外打工的青壮年回乡，一起开山引流。夕阳西下，杨焕看着洪兴背着一大捆草的身影，汗珠从他的眼睛旁边滑落。虽然不能开口说话，但是那一双明亮的眼睛却像是光一样刺到了他的心里。他第一次发现洪兴是这样的美丽，他连忙用衣服帮他擦掉，还主动给他戴上新买的红丝巾。就这样，日子也有了奔头。听说丈夫要带领大家开山引流，洪兴高兴坏了，一个人跑到了水源边，品尝着甘甜的泉水。他知道在不久的将来，全村人也都能尝到这么甜的水。晚上，洪兴以杨焕的名义给乡政府反映了牛脊背村准备开山引流的事。乡政府很快有了回应，不但派来了技术人员，还决定出一半的工程款，剩下的一半需要全村人平摊。然而二秀却不愿意出这个钱，洪兴便以二秀的名义把钱交上去，引水工程如期进行。在杨焕这个小官的号召下，外出打工的村民们也都纷纷回老家加入了工程。二秀的丈夫阿福也回来了。不久之后，又有了一个好消息，洪兴怀孕了。但是这个时候却出现了一个小矛盾，二秀故意不让阿福去干活，他不干，整个村里的男人都不乐意了。
因为现在是秋收，所有人都想忙自己的事情，割了麦子好赚钱才是最要紧的。红杏不想放任大家打退堂鼓，直接去找了二秀，请求他放阿福出来干活。二秀念着曾经红杏帮他的人情，答应了他。就这样，整个团队驻扎在荒无人烟的山头，慢悠悠的干活了。但是还是出现了问题，因为二秀又带着几个妇女想去工地把男人们叫回家忙秋收。二秀这一闹，那就要耽误整个饮水工程了。红杏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，在半路拦住了他。可二秀不听劝，红杏只好拿走二秀的鞋子，让他走不了路。待女人们散去后，红杏才托人把鞋子还给他，还说红杏已经在帮你家秋收了。二秀来到田里，果然看到红杏在收割粮食，二秀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也跟着忙活起来。期间，二秀不小心割伤了手指，红杏替他包扎了伤口，并让他先回去，自己一个人来。忙活了好久，终于干完了。看着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庄稼，红杏高兴地笑了。但就在这时，发生了意外。红杏因为劳累过度，又因为怀孕瘫软在了地上，不省人事。二秀赶来后，把红杏送到了医院，还替他交了住院费。可红杏最终还是流了产。此时的工地上也遇到难题，乡政府派来的设备根本凿不开岩石，只能等政府的调度，等到明年才能实施。但是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大家心里都有了一杆秤，没有人会轻言放弃了。是红杏点亮了他们心中对于未来生活的期望。直到红杏进了医院，大家自觉地去医院看望她。醒来后的红杏看到杨环他们，就用手画了一个水字。他想知道工程进展的怎么样了。为了让他放心的养身体，村民们联合起来撒了个谎，说泉水已经引到村里了。他们倒来了一杯水，让红杏尝尝甜不甜。红杏尝了一口，一下子就明白了过来，这根本不是山泉水，因为他尝过泉水的味道。看着村民们殷切的目光，坐在病床上的红杏还是满意的笑了，笑着笑着就流下了开心的泪水，因为他明白梦寐以求的好日子就要来了。生活的苦痛不是在于当下苦或不苦，而是只要你还没有放弃心中的希望，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到了第二年，杨环终于带领村民们挖出了一条吃水路，村民们再也不用为了一滴水浪费生命。而这一切的功劳都是因为这个虽然不会说话，但是内心却坚韧无比的女人红杏。山之所以能成为山，是因为它不放弃挺拔；水之所以成为水，是因为它不放弃流泻。只有学会在紧要关头永不放弃的人，才懂得山如何站成一种尊严，水如何消成一脉智慧。本期的故事到这啦，小伙伴们，下期见，拜拜。